小神还需要一些功德，一份陛下的命令。李长寿在袖中取出了一张卷轴，正是那大禹治水图，不急不缓地说道：小神去火云洞时，曾得大禹帝君赐下此物，其上标注南赡部洲江河湖泽。接下来这12年，小神自请写此图游南赡部洲。陛下，四海虽大，神位有限，南赡部洲之中的江河湖尽可封低阶水神，而分封的各地水神可命任期，1000年100年皆可。如此，这批神位可令龙族迅速洗清自身业障，龙族如何能不动心？强压施恩，再给龙族之希望，小神不怕龙族不主动请命。且将南赡部洲水势纳入天庭直管之列，亦可补天庭神位空缺之不足。妙啊！哈哈哈。玉帝抚掌大笑，在御案之后站起身来，目光灼灼地看着李长寿。长庚，你到底还能给吾多少惊喜？以大禹治水图开拓南赡部洲江河湖泽之神位，为这般神位以任期，何愁不能引那龙族主动效忠？此等妙计，非长庚不可出啊！长庚，快听命！李长寿做道揖，口称小神在。玉帝在御案后来回的踱步，精神焕发，双目运光，旋即引天道之力，开天地之口。今吾命海神长庚持大禹治水图，掌斩魔剑，巡查南赡部洲各处水利，定江河湖泽之神位。小神领命。李长寿话语落下，凌霄宝殿各处金光闪烁，一股股功德之力朝着李长寿手中所举宝图而去，几乎转眼就将这宝图渲染成金色。随之又有一把连翘宝剑自李长寿面前缓缓凝成，其上包裹着浓郁的天道之力，更有堪比后天极品功德灵宝之锋锐。天地斩魔剑，虽然基本没什么大用，但是端在手里倒挺好看。离了凌霄宝殿，回返海神府的路上，李长寿眯眼笑着，假公济私了一次，感觉还挺不错的。不对，公与私都利好之事，怎么能叫假公济私呢？看脸袖中闪烁着金光的大禹治水图，李长寿顿时各种舒坦，直接省了自己大笔的功德之力呀。这个宝物稍后只需要稍加的祭炼，就可以成为一件攻防兼备的后天极品功德灵宝。且根据李长寿的推算，他只要完成了勘察江河湖海，天道还会降下功德，这件宝物或许还能够再次提升。所以刚才出凌霄殿时，看玉帝陛下那种感动感慨的眼神，李长寿多少都有些不太好意思。12年收龙规划已经全面启动，李长寿已经把该安排的事都安排了下去。接下来他也不会事事躬亲，去阐教截教拜访过后，再去龙宫找东海龙王打个招呼，随后就驾舟公款游南州，等待蟠桃宴开锣。这一套方案是不是最有效的，其实是有待商榷。但对于李长寿而言，这是最稳，也是他能够两边都不得罪的方案。回了海神府，李长寿将天地斩魔剑摆放在正堂最显眼的位置，又做了一个道揖拜了拜。随后他搬了一张摇椅，晒着天庭的太阳，等待着东木公送来蟠桃。有天将端来茶水，有瑶池仙子送来王母娘娘赏赐的果盘，李长寿就这般悠然享受着。虽然指道人品尝这些口感略微有些不足，但是总归也要做做样子嘛。如果自己没有这么多的指道人，真身处在这个位置，想必天庭的生活会是无比的悠闲舒适且枯燥。说起王母娘娘，李长寿上天以来一直没有见到这位天后的真容。其实是李长寿故意避开的，未去拜见过王母娘娘。
避嫌吗？这个倒是不用。李长寿还没有自信到凭自己这一句老态龙钟的指导人就能被人误会什么。他平日里连女仙都不会去接触，最多呢就是跟天将们说笑打趣几句。不去拜见王母，是李长寿担心玉帝和王母在天庭大权上有矛盾。王母娘娘与玉帝的跟脚差不多，道祖当年是让他们两位掌管天庭。名义上，王母的权柄并不在玉帝之下。如今李长寿也搞不懂玉帝和王母到底是什么关系，但天庭大权聚集在玉帝手中，王母只在瑶池中修行，故主动去拜见王母就有被玉帝误会的风险，不去拜见王母自己却不会有任何损失。两者相较，自取其轻，核心就是突出一个稳字。心底划过这些念头，李长寿轻笑了一声。这一具老神仙指导人在那儿闭目养神，听风中有墙外的窃窃私语声，也有天兵巡逻时整齐的脚步声，还有远处不知哪座仙山上仙子的轻笑声，声声入耳，却不过心。去阐节两教拜见执掌教务之人，其实就是去求见广成子与多宝道人。截教这边倒是好见，阐教这边还有一个燃灯副教主，自己倒是要提前做好准备，免得遭对方刁难。李长寿此前听东木公说起过，因天庭此前的蟠桃宴也没有什么宾客，瑶池宝库中的蟠桃剩余十分的严重，不少蟠桃过了1000年就会化作灵气消散，造成了严重的浪费。所以这一次去给阐节两教送礼，天庭应该不会吝啬。又该怎么暗示陛下，咱也想搞点桃子吃呢？虽说蟠桃我已经无甚大用，但是师父师妹师叔师祖准师娘他们服用蟠桃肯定是大有裨益。师妹飞升出关之后，搞一点蟠桃回去庆祝一下，也是颇为应景啊。正如此想着，李长寿一心二用，小半的心神留在天庭海神府，大半的心神回归了本体。先是又在山门各处细细的查看了一遍，确定各处如常，没有什么心魔作祟，这才是安心的收回目光。正此时，一抹倩影飞出了破天峰，朝着小琼峰而来。她踩着彩云，一袭冰蓝色的清雅长裙，长发不梳云鬓，只是扎起简单的马尾，玉面冰冷时美绝人寰，又让人不由得下意识去想她微笑时会是哪般模样。有毒不是要闭关吗？李长寿也是有些纳闷，刚刚帮他处理了心魔，此时正应该是感悟丛生之时，为何会外出走动？莫非心底还有郁结？罢了，帮人帮到底，坑佛坑到西。李长寿轻叹半声，主动外出，站在丹房外，关闭各处大阵，静静等有情悬崖飞来。本是要直接去棋牌室的有情悬崖，发现李长寿的身形，脚下白云便立刻拐了个弯，径直朝着丹房落下。他自云上轻盈跳下，裙摆微微飞扬，玉足白玉无瑕，也是颇为养眼。长寿师兄。悬崖的双手抱拳行礼，薄唇微微抿起，嘴角露出淡淡的笑意。那双比星夜夜空还要清澈的眸子，诉说着心底的安然与欢喜。有情师妹。李长寿拱手还礼，笑道：近来修行可有疑难？有情悬崖轻吟一二，很认真的点点头，面容稍微有些惭愧。惭愧？让师兄失望了。有情悬崖俏脸满是黯然。我自修行时险些被心魔所趁，道心此时虽已稳固，但这般着实……心魔罢了，我辈炼器师大多都要经历，不必因此介怀。反倒是师妹你该反思，为何道心有缝隙，由此避免为心魔所趁。长寿师兄所说，悬崖都记下了。有情悬崖抬头注视着李长寿，低声道：
可以与我在山上走走吗？我有几个疑惑，也是与道心缝隙有关，想请教师兄。他该不会是要跟我分享心魔经历吧？哎呀，还真是如此。李长寿与有清玄雅在丹房外围山林中随意漫步，听有清玄雅说出了心魔之中的大概情形，甚至他不愿撒谎，忍着羞涩说了与心魔化作的长寿师兄如何快乐的修行，很素的那种。长寿师兄，有清玄雅扭头注视着李长寿的侧脸，轻声问：玄雅有一事不明，那心魔曾对玄雅有些无礼之举动，具体便是那心魔向前……这个不用说具体。李长寿打断了有清玄雅的讲述，大概问题我已经明白了。师妹向往的双修生活是一同修行，一同谈论，闲云野鹤，抚琴奏箫，齐走长生路。这其实是不少炼气士心底所想的道理之事，清静淡雅，十分不错。有清玄雅眨眨眼，低声道：师兄，玄雅不是要问这个。好，那是什么？有清玄雅略微思索，皓齿轻扣薄唇，眉下眼波轻漾，伴着林间吹来的徐徐清风，轻声道：我方才问过师父，师父说心魔所显其实都是玄雅的执念。玄雅也问过了本心，由此有些迷茫，故来寻师兄寻一个答案。师妹你说就是，若我能给你这个答案，我自会给你。那有清玄雅轻轻的低吟，双手垂在身前，十指交错，心有鹿儿轻轻跃，言过片刻仅数词。李长寿耐心的等待着，总算是听到了有清玄雅说出那一句：长寿师兄，玄雅可能对你有一些不同于修道伴侣的念想。李长寿禁不住一手扶额，莫非他把心魔伸出安禄山之爪的行为当做了他内心的执念？这个倒也说得过去，但那只是那个李长寿为了吓他而采取的激烈手段呢。而且在心魔幻境之中，他真的只是做做样子，没有任何的超越底线的行径。这咋办呢？我跟小孩一样，告诉他这样想是不对的，是不纯洁的，让他自责。这也太不地道了吧。李长寿斟酌了一下言语，负手抬头，通过林间缝隙看着天空朵朵白云，他温声道：师妹，你我修行之前都是凡人，凡人弱小，需以繁衍后代来保持族群的稳固，让自身血脉得以延展。所以有一些事是写入血脉之中的，这其中就包括人族繁衍之事。你心底出现的那一份念想其实很正常，今仙若非绝情绝性，焉能无欲？所以你不必为此感到羞愧，觉得自己不够纯粹。欲、情、心等都是自己的一部分，学着去控制，去面对，去克服，也是修行的一种方式。有清玄雅听得入神，细细的思量，不由轻轻舒了一口气，心结确实是解开了。李长寿笑道：而且啊，师妹你的心思确实是十分单纯的。举个例子啊，你可知凡人夫妇如何具体行事才能得子嗣？有清玄雅立刻答道：玄雅在书上看过，据说应该是阴阳二气交汇方可孕育生灵。大抵两人面对而坐，双掌共抵，各自运转法力仙力，以本源阴阳二气为引，凝生灵之气归于女子腹中。李长寿额头不由得冒出了几个问号。这谁教你的这个？这是错解。有秦玄雅有些不解的眨眨眼，对着李长寿做了一个道揖，正色道：还请长寿师兄教我。我教？
李长寿禁不住老脸一红，赶紧道：此事啊，你当去问你师父，或者是去问灵娥、九师叔他们。你我男女有别，这是轻易教不得的。有秦雪雅不由得更为疑惑了一些，而李长寿主动转过话题，开始聊同期弟子的毕业去向。有秦雪雅是堕仙门当代首席大弟子，此事自然也有关注，很轻松的就被李长寿带偏了注意力。半个时辰后，他带着心底的那一份疑惑回转破天风。李长寿擦了擦额头的热汗，心底默默叹了一口气，觉得自己是不是该给玉帝陛下上一封奏折，专门搞一搞洪荒的启蒙教育，应该有不少功德吧。大概双掌相抵，盘腿而坐，也亏你能想得出来。李长寿摇了摇头，身形飘回了丹房。话又说回来了，当年道祖立天庭，诸圣定天地大事时，女娲圣人凭借先天灵宝红绣球定姻缘大事，立天地人三婚。天婚便是指玉帝和王母，这对师兄妹以身作则，变成了三界婚配之事的表率。只不过因天庭比较弱小，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力，将婚姻模板写入了天道。自那之后，各族才定下婚姻嫁娶的礼数，不像巫人二族上古时，主要靠部族聚会搞对象。当时的风俗就是由女子发动奇袭，看上哪个男子就上去敲晕了，扛回自己帐篷。李长寿在古籍上看到这种风俗的时候，也不由得产生了些许的联想，这要是哪个部族有一个大帅哥引起了女子的哄抢，那会不会被一棍子一棍子敲碎了脑壳？洪荒啊，不只是女子，男子也要保护好自己啊。